知道母亲今天出院，大姐他们早就在家整了桌酒席，给母亲接风，也算是大家吃个团圆饭。国强呀，国强呀，国强他媳妇，求求你们救命呀！他居然还敢来，这是欺负娘家没人！怎么回事？这是谁？这个是国强他舅舅。江阳一下子就明白过来，自家的小外甥女儿妞妞身上的12根针，已经过公安的调查，已经确认是二舅妈干的好事儿。你们别管，我来处理这事儿。我跟姐夫去。姐，这事儿你不需要出面。国强呀，国强是舅舅对不起你，是舅舅该死。国强，你从小可是舅舅看着你长大的，那会儿60年饿肚子的时候，是舅舅从你姥姥家扛了半斤的小米儿，才救了你们一家子。舅舅有啥话你起来好好说，你这个样子像啥？你看看全家这么多亲戚在这里，您是我的长辈，您这到底需要干啥？国强呀，就算是你舅妈千不好万不好，可是舅舅对你是不错的，舅舅没害过你。舅舅，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们都挺好的，可是舅妈干的这是人事吗？你知道妞妞有多小？她还不到10个月，这么小的孩子，舅妈这么狠心，你知道从妞妞身体里拿出来多少根针？12根针呢，这么长的一根一根的输液针，我不知道二舅妈有多恨我们。她要是恨我和江桃，可以来找我们打我们骂我们，哪怕拿刀砍我们，为啥要对一个孩子下这样的毒手？国强，我知道你舅妈她该千刀万剐，对妞妞做出那样的事情，的确是她该死。可是妞妞不是没事吗？啥事儿也没有，你就饶了你舅妈。你舅妈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要是去坐牢，咱们家在村子里咋还能抬得起头？你让你姥姥姥爷他们还活不活了？连你舅舅我也没办法做人，还有你姐姐妹妹都咋结婚呀？国强呀，姥姥姥爷也知道你舅妈不是人，他做的这不叫人事儿。可是求你，你就看姥姥姥爷这张老脸的份儿上，饶了你二舅妈，不然的话咱们一家子都得跟着受累。国强呀，妈也求你，真的，妞妞没啥事儿，以后让你二舅妈当牛做马的报答你还不行吗？你跟那公安说一声，把你二舅妈放了。你看你姥姥姥爷这么大年纪，在这里求你，你还让他们砸？难道让他们跪下求你吗？妈，你就别为难我，妞妞也是您的孙女，妞妞受了那么大的罪，差一点没命。我如果一个当爹的能饶了凶手，那我还是个爹吗？国强啊，妞妞不过就是一个丫头，一个丫头片子又能咋？那俩小子你舅妈不是没动吗？再说妞妞又没有死，不过就是再扎了几根针，那丫头片子生下来尿桶里溺死的多的是，你家丫头片子哪有那么金贵？这事儿你就饶了你舅妈？二舅舅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丫头片子咋了？丫头片子那也是我们夫妻俩的宝贝，你们不稀罕，我稀罕，那是我亲闺女。黄国强，你真是丧良心啊！你舅舅我当初对你们多好，你家遭难的时候，你舅舅我哪一次没伸手帮忙？你为了一个丫头片子，非要你二舅妈的命，你还是人吗？不就是扎了几针吗？那又死不了人，谁没被针扎过？谁家缝被子没被扎过？我们也都扎过，又不会死人。你看你说的多严重！国强呀，咱们到底是一家人，千万别把事情做绝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国强，妈求你了，求你饶了你二舅妈，不然咱们这个家得散。说得好，不就是扎了几下针吗？流一点血吗？又要不了命，死不了人，扎几根针的确是不应该处罚这么重。江家他兄弟，你看你说的对，不过就是扎了几下，真的没啥，这不算啥。大娘知道你是个懂事的人，你快劝劝你姐和你姐夫都是自家人，没必要闹到这个地步。他小舅子这事儿真的不至于到那个地步，你快劝劝你姐和你姐夫，这事儿咱们就算了，大不了我和他舅妈赔他们点钱，算是给孩子点营养费。江家他舅你可是一个明理的人，这事儿啊你做主最好。江阳，老六，你也是当舅舅的人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妞妞当时疼成啥？难道你不知道？江老六，你别让我瞧不起你。姐，你相信我，这件事交给我。爹娘，你们劝劝老六，这事儿不能这么干。我们家妞妞受了这么大的罪，怎么能饶了凶手？老五，你就听你弟弟的，他不会害你。爹娘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们还护着弟弟，那可是我闺女，是我的心头肉。爹娘，你们真的就这么狠心？妹妹，进屋，我跟你说。随后赵大成立刻站到小舅子旁边，他不知道小舅子要做啥，但是知道小舅子肯定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。哎呀，江家他舅哥，这事儿是他二舅妈做的不对，不过我替他给你们赔礼道歉，你们别生气，就是扎了几根针，没啥的。二舅舅被江阳一把就薅住了手腕子。二舅舅，你说的没错，被针扎几下，不过就是疼一点罢了。这12根针是当初医院里从妞妞的身体里拿出来的。你干什么？疼死我了！你要杀人吗？江老六，我警告你，你这是杀人！我告诉你，现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你居然敢这么做，你信不信我去告你？老太太这会儿看到儿子这么惨，想要冲上来，却被赵大成他们几个人立刻拦住了。哎呦，老太太、老爷子，你们可别往上冲，万一被扎着可怎么着？不就是扎2针，疼是疼了点，没啥事儿，不要命的。你们放开我哥，
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想害人啊？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是杀人啊？那是针，扎进去还能活吗？你也知道那针扎进去活不了呀，这针还没有扎进去。你知不知道你孙女妞妞身上的针是扎在什么位置？是深深的扎在肉里面，扎在血管里，扎在内脏上。你知道有一根针就离她的心脏只有2厘米，不是你们说的吗？扎几个针怕什么？死不了人的，不就是疼？放心，一会儿我把这些针全都扎进她的身体，让她也尝一尝死不了的滋味。你放开他，你放开他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江家他舅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孩子他妈干的这真不是人事啊！我是真没想到这么疼，这还没扎进去，我真的错了。你们看到了吧？这么小的孩子却12根针扎进身体，而且扎进了内脏，他才10个月大，女孩子怎么了？那也是一条人命，谁站在那里轻飘飘的说扎几下没关系？那他就上来，让我也把12根针扎进他的身体，让他也尝一尝妞妞当初受的苦，判他5年的有期徒刑，那真是便宜了他。如果是放在我手里，我就要他的命，我就把这12根针全扎进他的身体。江阳说的没错，谁要是轻飘飘的说，就不过是个小丫头片子，扎几针又怎么样？那就来试一试这小丫头片子当初受的苦，针没扎在自己身上，谁都不疼。可是我把话摆在这里，二舅妈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她，没让她以命抵命，我已经是网开一面。他可是你舅舅，是你舅妈，你就这么狠心？妈，那是你的兄弟，可是却是害我女儿的凶手。您别再说了，您再说下去，咱们连母子都做不了了。老六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，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做，真他娘的解气！要是谁这么对我闺女，我也得这么对她，让她尝一尝身上扎针的滋味儿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别看我了，咱们赶紧准备吃团圆饭，别被这帮人坏了咱们的兴致。大姐、大姐夫，这杯酒是我敬你们的。大姐，这些年你为了咱们家付出的太多，你一个女人上山背石头，其实都是为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弟。姐，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好好休息，以后弟弟就是你的依靠，就是咱们家的依靠。姐夫，这些年我这个小舅子让你受拖累了，这些钱是姐姐这些年给家里补贴的那些钱，姐夫你收好。那哪能行呀？你姐当初看病啥的全都是你出的钱，弟弟给你，你就收下，咱们难得也能花上弟弟的钱，我这个当姐姐的也算是享福了。江阳啥也别说，这杯酒应该我和你姐夫敬你，不应该是你敬我。虽然这些年你也做了很多的错事，当初的老六和现在的老六简直不像是一个人，可是看到我弟弟现在这么有出息，我心里真的高兴。而且你姐跟着你沾了大光，我在娘家现在说话底气硬，都是因为我弟弟这么出人头地。老六，你姐姐的话就是姐夫的心里话，这杯我和你姐敬你，没有你就没有你姐和我的今天，无论如何你是我俩的贵人。江阳脸上带着淡定的笑容，他当然知道三姐夫这是为了啥，就是为了给自己撑场面。其实重生以来，他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他只在乎自己要的东西，要的是所有的亲人跟着自己吃香的喝辣的。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让姐跪下给你磕个头，姐这辈子不能说对家里无怨无悔，多少心里还是有点委屈，觉得爹娘重男轻女，觉得爹娘一辈子逼着我们为你付出了一切，有时候想要这个弟弟有什么用？为了一个媳妇儿，连爹娘都不顾，连自己姐姐的死活都不顾，这样的弟弟又有什么用？我不知道爹娘所说的你是我们的后盾，后盾在哪儿？可是现在姐知道了，你救了妞妞的命，就是救了你姐的命，这一刻我才知道爹娘说的是啥，你就是姐的依靠，姐给你磕这个头是代替妞妞磕的。